前任回头，现任必输，更何况前任还是白月光。我多年的陪伴，终究抵不过他白月光的一通哭诉。甚至在我们订婚当天，我的未婚夫和他的白月光滚床单，果然白月光才是他永远放不下的痛。我叫蓝英，跟男朋友恋爱多年，两家的父母终于坐到了一起来，商量订婚的事宜。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的白月光突然出现在旁边子谦，他一身洁白连衣裙，渲染玉气。林子谦正冲了一会儿，冷到滚，我却看见林子谦桌下的拳头攥紧，微微颤动，一行清泪滑下。白莲花咬了咬唇，黯然转身离开。我们这一桌陷入短暂的静默之后，两家父母找理由离开了，留给我们空间。如无意外，本来两家人准备敲定我和林子谦的订婚事项，结果还是有了意外。我抿下一口茶，把喉间的苦涩咽下。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林子谦把包好的虾送到我碗里，声音略带沙哑，谁知道巧合吧？我看着他的手指在看碗里的虾，心里想的是，手针 TM 巧废了一次，还这么好用。有着一双巧手的他，大学学的是雕塑，他有一个习惯，看到好的雕塑作品总会拍个照发个圈。刚才进酒店大门的时候，他就对着喷泉上的天使雕塑拍了照，所以他的白月光前女友是在他的朋友圈看到的酒店。他曾说过跟刘雪琳断了一切联系，断了一切可能放在桌面的电话响了一个陌生号码。他的表情有一瞬的变动，如果不是对他熟悉之极，只怕会漏掉他。那微不可察的悸动铃声，是那些年初恋爱而不得的伤感，嚣张到明目张胆的飘荡在我们之间。不接吗？我冷眼看着他，他若无其事的挂断电话，骚扰电话罢了。是呀，来自初恋的骚扰。一而再，这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已经断了的联系。你不是一直想去看电影吗？我们去看夜场电影吧。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拉着我的手站起来，我抽出手去个洗手间，走出10来米，我在拐弯处一棵绿植后面停住脚步，透过枝叶缝隙看向独坐的林子谦，只见他迅速掏出手机拨号。我很清楚他的唇形是在说那个名字。短短几句话，一贯的冷静骤然破功，表情不断变换，是我极少见的焦急、烦躁、愤怒以及隐忍的心疼。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捏住，痛并窒息，强迫自己转身走开，却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服务员。他急刹之下，手中端的热汤酿一点出来，正泼到我的手上。对不起，对不起。经理看见了也忙过来道歉。周围两桌的人也转头来看，这小范围的骚乱竟也无法吸引林子谦的注意力。电话那头的人摄取了他全部关注，烫伤的痛灼烧着神经，也压不下心头的凉意。我竟期待他会关注到这里，发现我的状况，快步走进洗手间，冷水冲洗着手背心中某种东西，跟残留在皮肉中的热量一样，被稀释、被牵出、被冲走。收拾好自己，回到餐桌边，他看见我走近就挂断了电话。怎么去了？这么久，经理又跑过来道歉，估计看我一声不吭，看我在憋大招吧。林子谦忙抓过我的手来看，红彤彤一片，眉头紧皱，对经理怒道：你们酒店怎么回事？竟然把客人烫成这样。经理倒是不卑不亢，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先帮这位小姐处理一下今天2位的单子，我们酒店全免了。林子谦没好气的挥手让他走开，然后给我处理烫伤。他低着头，认真的抹匀膏药，2根手指中段的缝合疤痕刺进我的眼里，却听见他淡淡的语气，像说今天的天气不错，一般，刚才有个客户打电话来要改设计，我过去对接一下。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能怔怔看着他的额头，深呼吸，尽量维持声音的平稳。什么客户要你这老板出面？哪个 sweep 说来，我听听。他往我的手背吹吹放下，就在这不远，我很快回来，你可以吃点东西，吃饱了我就回来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眼都没看我凉菜、素菜、荤菜、主食，连同饭后甜点，我把自己撑了12分饱，花了2个小时发过去。微信客户提什么要求了？需要我帮忙吗？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再发短信，所有试图联系的尝试都落空。大厅的人流逐渐稀疏，我孤坐在窗边，像留守的可怜虫了。这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一个短信进入后，号码正是那个骚扰电话。你猜他在哪能想象到对方发这条短信时的得意和狡黠？那股子吞了苍蝇的恶心感在胃袋中复苏。果然，白月光是永远放不下的痛吗？大学同在一个学校，我知道他和刘雪琳的恋爱史一，各是雕塑系才子，才华横溢。大二就作品就跟同院的大师作品一起巡回展出，一个是时装设计系的系花，温柔娇媚，校园表白墙上每天都能看见她的名字。可在众多追求者中，系花偏偏选中了跟泥巴木头钢筋打交道的雕塑系糙汉子。后来糙汉子时都干净穿上正装，大家才知道系花的眼光有多好。可惜才子佳人的开局却是恩将仇报的结果。如今他们之间的局与被时间抹去后，挽起双向奔赴了吗？
林子谦回来的时候，酒店餐厅快打烊了，冷麝香和西洋杉的香味淡淡的，本身是适合盛夏的清爽气味，就混杂着另一股栀子香水味。听说栀子花的花语是永恒的爱与约定，真是吃太多了，我都反对想吐了。等久了吧，我顺便去买个电影票。这部电影的宣发太厉害了，满座率很高，跑了几家影院都没票。我扬了扬手机，林先生想看什么电影，跟我说一声，随时可以订票。他愣了一下后惊笑道，下次我会记得叮咚一声短。先再次进入，明明不想看，却还是点开了一张照片。男人肩背的位置，一只白皙细手看在宽厚的肩上，轻轻揪着他的衬衣。我今天早上挑选的为他扣好扣子的衬衣，他用的香水还是我喜欢的 CK， 因为你栀子香水味从林子谦身上窜进我鼻孔，一晚上的憋屈都能忍，这股味道我忍不了。倏然站起来，大步往外走。林子谦猛地拉住我的胳膊，神情不悦，兰英，你怎么了？怎么啦？你这几个小时到底在干嘛？他一开目光，客户换需求改设计有多麻烦你是知道的，不笑了，你有什么客户是我不知道的吗？或者这个客户是回头客姓刘林雪林，他更换的需求就是让你这个前任变回现任对吧？我想抹走脏东西一样拍拍他的胸口，电影票别浪费了，跟刘雪林继续下半场吧，我们没戏了，不可能。林子谦低吼，不要随便就说这种任性的话。我玩味的看着他，那我该说什么？祝你就爱妇然得偿所愿，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烦躁的抓抓头发，他刚回来之前被外国前男友家暴，肋骨都断了2根，还绑着固定带哦。他掀衣服让你看肋骨固定带了，他被噎住过来一会才说他都这样了。如果我连这点情谊都没有，你会要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吗？我拿出短信对到他面前，你们有情有义的，身上的香水都串味了。几个小时里你们干了什么？你自己知道，忍了一晚上的情绪爆发，声音高亢的破了音。我在你眼里是星号吗？没有。他大声反驳，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他都那样了，我还能干什么？我嗤笑，所以不是你不想干，是干不了。他一下子哑火了，嘴唇张合了几次，说不出一句。我真觉得自己是星号，从一开始到现在想，当初他因为刘雪玲伤了手指，再也做不了精细动作，被迫转专业到平面设计系，从雕塑系的明日之星到平面设计系的萌新，巨大的落差让他整日郁郁寡欢。我是整个班级人员最好的辅导员，让我发挥自来熟和人来疯特长，多开导他。学美术的人多少都有点颜狗属性，我承认自己很吃他的严辅导员的要求，正中下怀。可天知道失恋又失能的才子有多孤僻，我简直把他当成一个打怪任务去攻略。开始是跟个大傻妞似的围着他转了1个月，他连一个白眼都不给我，大家都在看我笑话，赌我攻略失败的人数比看好我的多出10倍，不止我锲而不舍。直到帮他挡住了从架子上掉落的工具箱，他才拿正眼看我。代价是我的手腕肿了半个月，那之后他也是冷冷淡淡的，我跟脱口秀似的，巴巴半天才能听到他一个敷衍的。没几天，不知哪个嘴碎的跟他说了我对他的攻略成败被人拿来打赌的事情。这块大冰山又恢复生人勿近的死样，欺人太甚，我气得把他这儿种植的泥塑摔成18瓣，不就是个刘雪玲捏的丑娃娃吗？人都甩了，你跑没影了，天天念着我跟前跟后掏心掏肺，你因为别人3言2语就不耽误一回事儿，去你 M 的你1、2自闭去吧，老娘不奉陪了。闹掰之后，我的校园生活又乐呵起来，跟他面对面碰见也擦肩而过，让他也尝尝被人熟视无睹的滋味，别提多快活。后来有一天，我在晚上兼职回来，路过校外工地，热熏熏的男人追赶他，不知从哪里冲出来保护我，被打得躺了1个星期，然后才知道他听说我晚上兼职家教之后，那段时间都会等在我回校的路上口嫌体正直。我确认这颗孤僻的硬石头终于被我捂热了。他躺在病床的那个星期，用尚未伤愈的手颤抖着刻出来的一个木雕夜莺兰英，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他说过不会再拿起雕刻刀，可是他看向我的时候，目光澄澈，我看到了他对过去的释然，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向往。我被打动了，当初为了保护刘雪玲而失去雕刻，如今为了保护我而重拾雕刻，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救赎吗？他该是我的。那时候忍不住凑上去亲他，他却低头躲了过去，见我皱起眉头，又淡然道，兰英往后多指教。平淡又诚挚，让我以为冷静自持是他一贯的风格。直到今天，也许他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喜欢，不是为了找一个冲出阴霾的出口而已。活泼开朗，还有一股莽劲的，我是他最合适的选择。只是适合现在想明白这一点后，一股羞辱感涌上来，1分1秒都不想跟他待在一起。我冲出酒店，在路边拦下出租车，他一直追出来，从后面抱住我，声音里透着急切的焦躁。兰英就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不过我的挣扎，他一手掏出手机。屏幕在触屏之下还是黑的，长按开机键，手机也没有反应。上午在动车上跟客户会议视频了2个小时没注意手机电量，我知道你一直想看重制版的铁达尼号订票的时候就没电了，现场订票也没有，我跑了几个地方，
最后跟黄牛买个票，一段话把他没有回复信息，不用手机订票，花费了这么长时间都做了合理解释，他重重的呼出一口浊气，像是不堪重负。在这之前我确实是去见了雪琳，她的状态很不对，可能是抑郁症，我怕她会出事，只能先顺着她来。他握紧了拳头，表情带着一丝痛苦，我无法分辨这份痛苦是源自于刘雪琳还是我和他已经过去了，等他情绪好一点，我会跟他说清楚，不要再缠着我了，因我们的未来刚开始。子谦，随着医生带着哭腔的凄厉呼喊，刘雪琳的身影出现在马路对面，林子谦一顿，连忙眺望过去，就见刘雪琳无视穿梭，飞驰的车辆直往这边冲，他大喊小心，人已直奔过去，险险躲过几辆车子，两人在马路中间的双黄线上汇合，滚滚车流中互相拥抱，彼此依靠，悲怆又唯美。回到路边，刘雪琳浑身微颤，在林子谦怀里柔弱不能自立。你走之后，我好怕只有我一个人，四周的墙壁好像黑幕一样压下来，我受不了。子谦，不要丢下我。林子谦皱起眉头，这也太危险了。你看着怀中人的娇弱，又不忍苛责我，挽着手臂就在他们1米之外。林子谦像是想起旁边还杵了个人。兰英，对不起，我先送他回去。我说送回去买够不得，一直陪着吗？英，很，能是我的眼神过于冷漠，他的表情逐渐僵硬，干燥的薄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呀？疼。刘雪琳应一声，她咬着下唇，一手捂着身侧，刚才跑太快了，肋骨好疼。林子谦忙又扶着她，小心翼翼的。我翻了个白眼，赶紧上医院治去吧，去晚了骨头要愈合了。快速坐进出租车里，让师傅立即开车再看下去，我怕会忍不住捶死这对痴男怨女，喊我们的未来。林子谦，我拿什么相信你能给我未来一夜无眠？第二天到工作室的时候，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圆滚滚的木头小鸟，红色的鸟身，愤怒的眼神，好像下一刻就会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孤注一掷的攻击肥猪的城堡。每次吵架之后，我都会得到一个愤怒小鸟，他曾经说过，我身上有这只怒鸟红一往无前的气质，让他头痛又心情。林子谦站在办公室门口，目光带着歉意，昨晚上我真的跟雪琳说清楚了，也联系了他的父母过来，他不会再来找我了，别因为这点小事就推开我，对我不公平。低沉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几许委屈，这鲜少流露的情绪让我有点吃惊，竟然能做到这份上。这家伙，我把小胖鸟木雕捏起来放到眼前，视野里骤然映入刘雪琳纤细的身影。子谦，我就知道你在这里。他毫不避讳的从身侧搂住林子谦，像做过千百遍一样，自然而然的依偎着我，瞪向林子谦。就这样说清楚了。林子谦原本还有点发懵，然后触电一般推开他往旁边移了一大步。刘雪琳扁了扁嘴，略显委屈，亲密的容颜中还带着一股少女的娇憨。对比起来，我像是尖酸刻薄的泼妇。这位女士有预约吗？我公式化的询问，她环顾了四周，轻蔑一笑，没有哦，我不知道来这种小地方还需要预约。林子谦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来，我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虽然这间工作室确实地方不大，但在业内也是小有名气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和林子谦毕业后从零开始，经历了不少坎坷之后才打拼出来的。刘雪琳不以为意，再次往林子谦身上踢去。我今天来是给你介绍业务来的，面对客户，你的态度是不是要更热情一点？他让他身子后面站着一个男人，这男人我也认识，本地知名富二代，现在继承了家族企业的青年才俊，也是大学时期刘雪琳的追求者之一。陈开朗不管真心还是假意，既然业务上门，我就拿出一个合格乙方应有的态度。会客室里，刘雪琳拉着陈开朗坐在沙发上，两人紧挨着。意外，刘雪琳一直镶嵌在脸上的笑意褪去，重复这个词，牵音似的。牵音林子谦温厚的大掌覆盖住我放在桌面上的手，取自我和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的音是我们的心血结晶。我心头一动，胸腔中一直阴然的不甘缓缓平息。刘雪琳勉力维持一丝笑意的脸蛋，在心血结晶4个字之下，像寒潮下的花迅速枯萎，一双水灵的大眼夹杂着难以置信和遭遇背叛一般的痛苦，定定看着林子谦，你曾经发誓，你的作品合作者只会是我。一个伴随着破碎的哭腔，2滴泪珠先后滑落到间歇的下巴。陈开朗最先反应，从桌面的抽纸盒抽出一张纸巾，轻轻擦拭他的眼角。同一时间，林子谦的手收紧握的我的手生疼，纸巾沿着脸颊印到他唇边的时候，林子谦猛地站起来，长臂一伸，抓住了陈开朗的手腕，用力甩开。隔着小矮桌，他捧着刘雪琳的双颊，将2道泪痕轻抚了一遍，右手食指和中指上的浅痕是他当初为了救刘雪琳而落下的伤痕。这一刻，仿佛勋章应景，又讽刺刘雪琳得到安抚的破涕为笑的柔美面容，浮上失而复得的庆幸。余光掠过我的瞬间，分明是对败者的嘲弄，胜利的得意。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我不是败在刘雪琳拙劣的茶几中，
溃败在林子谦对他旁若无人的偏爱中，是陈开朗轻笑令声打破的两人之间那容不下他人的结节。他拧了拧刚才被甩的手腕，感慨道：老同学聚会，拆散一对是一对，真是警示名言。林子谦一顿惊醒一般收回手，一点一点僵硬的转过头看我，我也只是平静的看着他。刘雪林进来之前，我还真的为那只小胖鸟激动了一下，对他又燃起了一丝期待，而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连对他曾有过期待的自己也被我厌恶起来。陈总，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再谈。声音带着一丝慌乱，我和陈开朗已经走了出去，回头透过玻璃看到他染上一层灰白的面色，内心比我想象的要平静。拿起放下其实挺容易的，是不是我也没有自己想象那样爱他？不管陈开朗是真的来谈业务，还是为了给刘雪玲撑腰，事已至此都没有合作的可能了。我直接把陈开朗带出了工作室，我们也是老同学了，再聊聊陈开朗，却邀我陪他走走。陈开朗在电梯里先打开话匣，昨晚他找我说林子谦跟你谈婚论嫁了，还缠着他不放，他想跟林子谦把过去的恩怨消了，让我帮个忙。我不置可否，对刘雪玲的骚操作已经槽多无口，某种程度上，他竟把我们俩变成了笑话。陈开朗摸摸鼻子，自嘲道，以为是来当护花使者的，没想到被人当猴耍，一向指我耍别人，今天失策了。我终于认真打量这位不熟悉的老同学，英气十足的脸，眼神清朗，嘴角有淡淡的有笑纹，笑起来真情流露，不笑的时候略带点痞气，忽然间心情好了一点，大概有个同病相怜的人，会让人觉得自己没那么悲催。出了写字楼，外面热浪滚滚，我决定止步于此，还没等我说再会，陈开朗就换了话题，新款运动鞋的鞋，品牌推广有没有兴趣啊？这下我就心情很好了。写字楼下的咖啡馆，我们两人真正入了正题，我确实有业务需求，你们的工作室之前也在我的考虑名单中，雪玲的要求对我是顺水推舟，我一审这么说来，我还要谢他了。工作室之前的成功案例只是局限在小圈子里，我确实需要一个大单子，真正打响千英的品牌，一般你来我往，敲定了初步的意向，我们同时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又陷入无话可说的状态，怎么说也是甲方爸爸，我不能冷场。说起来你们都挺喜欢刘雪玲的，是不是男生都喜欢那种？绿茶商业上这种自暴其短的做法也可以获得客户信任的。我心底苦笑。程太郎仰进沙发里，姿势松弛下来，淡淡笑道，温柔漂亮，身娇体软，善解人意，会英英基本满足年少气盛的小年轻对女人的想象。那现在呢？我皱着眉头问林子谦，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他忽而凑近过来，英气的脸庞，你我不足一尺，我早就不是小年轻了。比起英，怪我更喜欢在事业上进取的女人，那双总是显得很诚挚的眼眸，就这么陷入到我眼里。我垂下眼，慢慢淡了一口咖啡，谢谢，又不是小女孩了，哪能轻易被帅哥的一个眼神迷惑。他却用力抓紧林子谦在看哦。远远看去，林子谦站在写字楼门口，隔着一个暴晒的小广场，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反握了陈开朗的手，那么合作愉快吧，陈总，祝你新产品大卖。用类似情侣拉手的方式，我在咖啡桌上跟他进行一次商务仪式的握手。陈开朗一问过后，爽朗一笑，合作愉快，以及祝你情场失意，职场得意吧。我没有回公司附近的房子，而是回到爸妈家住，度过这个周末。手机里很多未接来电，微信里未读，信息久久加大，部分是林子谦贡献的一长串的文字，一段又一段的语音。不想看不想听，只是尽一个合伙人的义务，告知他今日谈成的业务没有拉黑他，过些天上班，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断绝联系，不过是掩耳盗铃，只能把他的微信置顶取消，设置消息免打扰，图个清静。爸妈回到家说，看见他在小区门口，知道我们闹分手，也就没多问，之后2天都能看见他的身影，跟门神一样处在我家楼下，爸妈出门也被他拦下，希望他们劝我出来见他一面，我只好把他和刘雪林那点破事儿前后后说了我爸说要下去揍他，星号，我妈拦住说让我跟他谈谈，便下楼去了一趟。站在窗帘后面，看到我妈找到那个阴魂不散的男人，散发着特级教师的气场，插着居委会红袖章的腰一顿输出，林子谦开始还能分辨几句的样子，渐渐被压了抬不起头来。这星号还没成事儿呢，就想着家里红旗不到，家外彩旗飘飘，星号。我妈回到家还不解气，忽然想到了什么，对了，她说有个叫陈开朗跟你好，怎么回事？客户？我翻了白眼，一个大客户。我妈眯起眼来上下扫了我一遍，我抬头挺胸的接受审视，行吧，你爱咋地。我妈放弃深究，自己想好了就行，日子长着呢，哪怕被我妈数落成那样，楼下她还固执的等待着。我叹了一口气，还是下楼了。她看到我出现，眼里泛起了光，急忙迎上来。我把一直珍藏在家里的她最初给我的那只夜莺木雕色到她手里，一语不发，又转身上楼了。她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肩膀垮下来，颓然离去。林子谦微信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他要出差，为期1个月，公事，
公办的口吻好像顺应了我想要的相处模式，仅鉴于合伙人的关系，没有烦扰的。1个月里，我全力投入到陈开朗公司新款运动鞋的品牌推广中。一次外地水患的实际策划，让陈开朗直播在公司发动捐款，直播结束不出意外，网友一片资本家慷他人之慨，压榨打工人做好事的骂声。陈开朗在出面宣布，无论员工捐多少，公司在下个月工资中双倍补偿，同时他个人捐款500万。反转一出，陈开朗的公司直接火出圈，不管是新款还是旧款运动鞋都卖爆了。千音工作室在业内一战成名，陈开朗高兴地召开了庆功会，里可以发生很多故事，我没兴趣知道工作室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作为老板之一的林子谦也成了同行赞许的对象。刘雪林挽着林子谦的手，对每一个凑到林子谦面前的人都点头示意，笑语盈盈，好像与有荣焉，好像他是千音这件作品的另一个创作人。林子谦并没有我想象的神采飞扬，带着几丝疲惫，眼下淡淡的乌青，目光不经意扫过，那边刚好跟他碰撞上，他神色一动，连忙取前迈了一步。刘雪林死死拽着他的胳膊，他脚步顿住，眉头紧锁，似乎有很多话要对我说。我噙着冷笑，不许不急，走过去却是停在刘雪林身侧。谢谢你介绍的生意，你可以找旁边那位要点提成你。刘雪林咬牙不带，他说什么我径直走了，留他原地跺脚。陈开朗找到了我，跟我碰一下呗。我的眼光再一次给我惊喜。有没有一项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求之不得。如果我说合同已经拟好了呢？现在我惊讶于他的效率，他勾起唇角笑了一下，趁着你的合伙人也在一起，签了更好。一起走进宴会大厅旁边的小会议室，坐下来仔细看已经草拟好的长期合作协议，协议成十足。除了个别条款需要微调，我基本同意，可是还要征求另一个合伙人的意见。手指点开手机，却在拨打键上犹豫，并不怎么想。看见林子谦，哪怕今晚上他的目光一直追逐着我有意见的地方，可以指出来。陈太郎以为我的迟疑是因为协议，我轻吁一口气，把协议递过去，一点指着其中一个地方，这条我希望把比例再调高2个点，2个单人沙发本来就挨着。陈太郎把脑袋一凑过来，差点跟我的脑袋碰在一起。小会议室，虚掩的门突然被打开，刘雪林惊讶中高亢的嗓音传过来，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这一嗓子过后，他猛地把门关上，隔着隔音性不错的实木门，我还能听到他在门外的声音，不要进去，没什么，他们在里面没干什么。短暂的懵逼之后，我被气笑了，这女人的脑子怕不是有啥大病。旁边的陈开朗却是真的笑出声音来了。会议室的门再次被用力打开，林子谦黑着一张脸冲进来，刘雪林还抱着他的腰奋力阻止我一手拿协议，陈开朗一手支招下颌，只怕不管我们的姿势有多么正经，在他们眼里都是不正经之后的掩饰，懒得解释什么，直接把协议甩到前面的桌子上。陈总的长期合作协议看一下吧。林子谦脸色缓和了下来，刘雪林却惊呼，兰英，没想到你做出那种事，就为了一个长期合作协议。林子谦闻言脸颊抽紧，眼神快速在我们身上搜寻，最后定格在陈开朗身上攥了拳头。陈开朗又没忍住，扑哧一笑，我拿着协议站起来，走到林子谦面前，冷冷地说，随便怎么想迁移，跟陈氏集团是合作伙伴，别把你那点个人情绪带进工作里。这种话，林子谦曾经不止跟我说过一次，他的冷静，我的任性起了争执矛盾，他就给我来这一句原封不动，还给他真爽。兰英先推我一把，鞋跟太高太细，一时没站稳，向后倒去。林子谦飞快伸出手来，却被刘雪林挡着。幸亏陈开朗及时从后把我拽住，扶我起来。刘雪林跟正义使者一样，张牙舞爪。子谦那么信任你，看中你，才把千英的重要业务交给你，你用这种手段简直败坏千英的声誉场，这么多铜钱，怎么看千英怎么看子谦啊？老娘忍个屁，人不等站稳，抡圆了胳膊，一记耳光将他扇飞，成功消音。一直认为作为女人打另一个女人耳光是羞辱是辞敬，我不屑为之，但是这个女人挑战了我的底线。我转动着手腕，目光扫过林子谦，再扫过门口拥堵的那堆，看热闹不嫌事儿，打的第一，我是千英的老板，我家的业务轮不到一个外人插嘴。第二，我的本事是用脑子，不像那种除了脸和身体之外一无是处的女人。第三，斜撇着刘雪林，给你1个月时间都拿不下林子谦，看来你的脸和身体也一无是处。刘雪林捂着一边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泪掉下来，我又扬起来巴掌，他一缩，把脸揉进林子谦怀里，子谦，就我兰英，你过分了。林子谦低吼道，把刘雪林护住，我冷，呵呵，我过分。身为我的合伙人，他污蔑我职业操守的时候，你被他带节奏；我为自己讨回公道的时候，你倒挺身而出了。不愧是他的好前任，不是现任了吧？我跟他没有。林子谦急道，却被刘雪林打断，我们本来就是相爱的，我跟子谦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要不是我后来出国了。他没有说下去，捂着嘴巴低声啜泣，没有说完的话里，
我趁着他出国破坏他们感情的事实仿佛呼之欲出，他成了被我插足夺爱的可怜人，脑子的一根弦崩断了，一把揪住他后脑勺的发髻，将他从林子谦怀里拽出来，用力灌在地上，不要闹了，一边，所以这就是你的选择。我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理智的觉得他作为合伙人也没有必要了。在他害你断了2根手指之后，抢走了你出国进修的名额之后，在你准备跟我谈婚论嫁之后，你还是坚定的选择了他当年这个戏花跟林子谦官宣了恋爱关系之后，对其他爱慕者的礼物还是照收不误。一位舔狗不甘心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在一次郊外采风活动中堵到独自上厕所的女神，一番激烈质问之后亮出了刀子，话不满意就铲掉。这是一位充满艺术精神病的舔狗林自谦及时出现英雄救美夺下凶器以断掉2指的代价，由于附近的小医院没有指在职技术，林自谦和他的2根手指转送到大医院时已经过去4个小时，即使手术成功，手指的功能只恢复不到70%，对于普通人这也足够了。可林自谦是不是普通人？他是雕塑系的明日之星，他的梦碎了，更让他绝望的是在康复的期间，本已敲定的全年级唯一到法国艺术院校进修的名额，从他变成了刘雪林。他知道的时候，刘雪林已经人在法国了，梦想破碎和爱情幻灭接踵而来，人人羡慕的雕塑才子一夕之间成为悲情男主。就这他心系刘雪林林子谦，你是不是贱？那日的闹剧之后，工作室要拆伙的传闻在小圈子里流传，难得陈开朗没有认为工作室不靠谱，还是把照我的意思修改之后的协议送了过来。而林子谦在过了1个礼拜之后才回到工作室，他看起来有些萎靡，胡子也几天没刮的样子。雪林回首都了，我跟他说的清楚，不会再见他的。他们头坐着，我办公桌对面，左手一下一下揉着右指的疤痕，不知在怀念还是祭奠那段狗血的感情。我们真的没有以后了吗？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我，倒是提醒我了。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伙人退股协议书，推过去，你的股份我买过来，我们拆伙吧。的血色就一点点褪去，我早已经不爱雪林了。为什么你就是不信？他捶打着桌面站起来，眼里溢出的慌乱和惊恐像极了痛苦。我相信你已经不爱他了，可这又怎样？我平静地看着他，平静地把这段时间沉淀的思绪陈述出来。我知道你为什么对他好，开始是惯性，后面晃不过来，却又感到不甘心。你为他付出太多，到头来一无所有，你的青春，你的一腔爱意都被践踏，所以你想要从他身上得到补偿。他声音嘶哑，既然你明白，那为什么我微笑道，你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对我的伤害？或者你想到了，但是你觉得无所谓。我以为你坚强到理所当然的承受伤害，坚强到无论遇到什么伤害都可以自愈，甚至还有余力把再次陷入你找的你拉出来。他的脸一再苍白下去，嘴唇抖动着，说不出话来。你的一切做法归根到底是因为你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我，你只是自私承认这点吧。林子谦，他挣扎着用颤抖的声音说，不是的，我爱你。兰音，我只是醒悟的太晚了，何况你还爱我不是吗？重新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我轻飘飘的给予他最后一击，可我已经不爱你了呀。把弄鸟红小木雕也拿出来，放到了协议的上面，最初的一只和最后的一只都还给他了。我们这一段不狗血的感情就不用怀念了。林子谦颓然坐下来，眼里失去了所有光。那天之后，我很长时间没有再看见林子谦。某天收到他寄过来的退股协议书，他签好了名，办完了所有拆伙手续之后，我顿感神清气爽。刘雪林如林子谦所说的回到了首都，貌似也再也没看见林子谦。为什么我知道？因为他那段时间不厌其烦发短信息骂我翻来覆去的那么几句，我看了一点劲都没有。在一次同学小聚会中，听到几个同学八卦一些，就是原来，但是他为了逃避责任和舆论，也为了镀金，硬是用了些手段，从负责选拔的秃头主任那儿得到了名额。可到了那所国际著名艺术院校之后，他那点水平根本混不开，毕业证都拿不到，占着一张好脸。他周转在几个男人间，跟其中一个同居了，拿了签证留在国外，没想到新鲜感过了之后，那个所谓男朋友就对他动粗了。他联系了不少同学，了解了一圈以前的一些追求者的情况，得知林子谦混得风生水起，锁定目标讨回来了。当然比林子谦混得更好的也有，例如陈开朗这种，但是